大家好，欢迎来到不再朝九晚五的频道，我是 Adam。在第一集当中，我们说到这次来希腊自由行，一个主要的顾虑就是在希腊开车会比较困难。我们是在 Enterprise， 在这个市中心那边租的车，我是通过 Booking.com 跟租车公司预定的，然后取到车我们就上路了。我们这次自驾行的第一站就是哥林多这座城市。哥林多这座城市在圣经中被屡次提到，在使徒行传、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和提摩太后书中都有所提及。其中后面的3本书信都是一个叫保罗的人写的。保罗是耶稣基督的一位门徒。这是往哥林多的路上，从雅典到哥林多的路上，也想到当年使徒保罗是用他的脚来丈量这一块土地的，是他用脚来走出来的。也是这个公路的修建，可能也是在曾经的这种人行的路上吧。我们今天开着车1个小时从雅典可以到哥林多。我找的这一家租车公司在 Booking.com 上面评价不错，我想这很关键。另外我也准备了国际驾照，大家可以在旅行之前去 AAA， 大概花$30多就可以搞定了。但我租车的时候他也没有问我要国际驾照，看到我的美国驾照他就接受了。整个租车过程和在美国差不多，大家可以看，在高速上面和美国开车几乎没有区别。在城市和乡村的道路上情况比较复杂，但也能开。买一个全保，这是需要叮嘱大家的。这边呢好像是海的样子，这些摩托车党跟美国一样的，他们也是在车之间钻来钻去的。在游客的事情，在世界各地都有，在雅典也不例外。我们早上从旅馆搭出租车去到租车的地点，上车之前他说要按打表计时，我们本不想租他车的，但看他人好像还不错，就上了他的车。结果短短的一段车程到那里，他居然要收我们32个 euro。 我心里知道被敲了，但身上只有一张50 euro 的钱，我就给了他。结果他只找给我10个 euro， 就是说他收了我40个 euro。 像这样的车程，如果打 Uber 的话，10几个 euro 就一定搞定了。何况在雅典是有 Uber 的。经过这次经历，我想我今后如果有选择，我是绝对不会再去打 taxi 了。 Uber 确实是一个不错的交通工具，价格明码，而且驾驶员会受到一定的监视。我想在这一点上，未来是属于 Uber 的。在希腊这边的高速公路上也有很多这种就是只有男女和残疾人的厕所，没有别的设施的，这样一个很简单的这样一个小的停靠站。我们现在就到哥林多运河的旁边了，我们走过去。圣经当中的哥林多，在现代的地理和旅游当中，多半被称为
科林斯。科林斯运河位于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与希腊大陆之间，是一条将科林斯湾和萨罗尼克湾连接起来的人工水道。其战略位置的重要，自古以来便是希腊人梦想打通的天然屏障。早在古希腊时期，像暴君、佩里安德等统治者就提出挖掘运河的构想，但因当时技术有限，只好放弃，改用船只滑道，又叫做 Diolkos， 将船只拖行越路。直到19世纪，随着工程技术的进步，希腊政府终于在1880年代启动建设，并于1893年完工，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具雄心的工程之一。科林斯运河的主要目的是让船只无需绕行伯罗奔尼撒半岛约700多公里的漫长航程，从而节省时间与成本。虽然运河宽度仅约21米，并不适合大型船只通行，但对于中小型船只与游艇来说仍极具价值。如今，科林斯运河不仅用于航运，更成为希腊著名的旅游景点。狭窄的峡谷、陡峭的岩壁与湛蓝水面构成壮丽景观。在运河尚未建成前，古希腊人发明了令人惊讶的 Diolkos 道路，用滚木和平台将整艘船跨越陆地，堪称古代工程的奇迹。陡峭的90米高峡谷吸引了不少极限运动者，像蹦极和高空摄影，让这条运河成为全球著名的冒险地点。稍作休整之后，我们去了阿克罗科林斯城堡，因为在那里所拍的景色实在太美，内容实在太多，我决定把它分出来另做一集，请你一定要关注我的下一集哦。在看完阿克罗科林斯城堡以后，我们就直奔市中心的使徒保罗大教堂，据说那里还有一尊雕塑。这个据说就是使徒保罗的这个教会，也不知道是不是，进去看一看。原来在这个地方是有一座旧教堂的，但那座教堂在1928年的一次大地震中被毁了，仅仅只剩下这个钟楼被保存下来。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所教堂始建于20世纪30年代，在1936年由当时的大主教与希腊总理共同奠基，次年正式落成。说到保罗，让我记忆很深的是他写的爱篇，我在这里给大家读一下：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我让我妈妈在她去世之前把它写成了一幅中国的字画，我一直收藏在我的家中，勉励我自己。教堂为3殿堂结构，并带有穹顶，
结合传统与现代教堂的建筑形式，被认为是希腊现代教堂建筑的代表之一。中殿奉献给圣保罗使徒，两侧殿则分别奉献给他的门徒，如提摩太和提多。圣保罗曾3次造访古哥林多，并在那里建立教会。他给哥林斯教会写下了著名的《哥林多前书》和《哥林多后书》，对早期基督教教义与教会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柯林斯把圣保罗视为城市的主保圣人、守护圣人。这座教堂也象征着圣保罗与这座城市之间不解的历史与信仰连接。因为赶来的时间不巧，我没有能够看到使徒保罗的雕塑，也没有能够进到教堂的内部，但是我还是从网上下载了一些照片供大家欣赏。感觉我又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我在这个古多林多这儿选择了这一家旅社，大家看看，才$79。大家看一看啊，我给你看，这儿走过来，这个古哥林多的遗址就是这么近，大家看一看。这个就是古哥林多的遗址。接下来就是入住在哥林多锁定的旅馆。这个旅馆的地点选得还不错吧？这是我在希腊碰到的第2家没有前台的旅馆，它也是通过 Booking.com 告诉我进旅馆的密码等信息，也是在那一天的早上发给我的。不过这次我已经有经验了，知道怎么 handle 了。我下面就把我们进房间的整个过程跟大家演示一下，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好，在希腊这边，首先第一步是要进这个第一个大门，通常都是要打进一些密码。好，我现在就输一些密码，就在这个 keypad 上面。好，它的门打开了。第2步就是要到你这个房间这个地方，然后要输入一个密码。打开以后，这个它通常就会把这个钥匙就会放在这里面，你就拿了这个钥匙以后，然后就到这边门这边，然后你就在这个地方一刷，这个门就开了。接下来就是从旅馆走路去参观柯林斯旧城的博物馆。古柯林斯位于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东北部，是古希腊重要的商业与文化中心，因其连接爱琴海与伊奥尼亚海的战略位置而繁荣兴旺。在罗马时期，柯林斯更成为
该地区的行政中心，留下众多重要的遗迹。我们出来旅游，就是对当地的经济做贡献。Thank you。进来以后，就看到这些雕像，都是古希腊的，很多。让我感到特别震撼的是，大家注意到没有？所有的头都没有了，真的是跟我们那个时候在中国那个时候搞那些政治运动啊，搞那些清理这些宗教的时候，也是把那些所有的，我记得当时去灵隐那边山上的那些佛像，也都是头也都是没有的。可见这个虽然世界各地的人不一样，但是这个人性，很多时候人心是一样的。古希腊人在很早以前就对人体的肢体器官进行研究，并把它塑造成真实的模型。这是在哥林多，阿波罗神庙这一个地址，这里它的博物馆的展厅，然后它也是美国的一个考古的机构吧，跟当地和 EU 的一起来做的这一个 project。古画是什么样子的？这是一幅古画。古柯林斯的集市广场是城市的政治、商业与社会活动核心。昔日这里商户林立，公共建筑集中，是市民日常生活的中心。如今游客可见到神庙遗址、喷泉和商铺基础，依稀感受城市昔日的繁华。这个应该就是那个阿波罗的神殿剩下来的遗址。阿波罗神庙建立于公元前6世纪，是古希腊多利克式建筑的早期典范之一。神庙最显著的特色是其7根竖立至今的巨大石柱，气势雄伟，展示了古希腊宗教建筑的典雅与力量。后面就是那个他们这个格林多的后面那个山，从那个山开始，这个一直到这边的海，这一块就是以前的所谓的老的格林多城区。大家看到没有？看到那个海没有？再让大家从不同的方位、不同的角度来欣赏一下这个具有历史性的遗址。
想想古代的哥林多人，他们敬拜太阳神。使徒保罗的脚步踏到这一片土地上，就让他们认识了独一的真神。讲坛是罗马时期的公开演讲与司法审判的平台。根据新约圣经记载，使徒保罗曾在此接受审讯，因此对基督教徒具有特殊意义。平台的基座部分仍保存完好，是考古区的重要地标。圣经中这样记载：那时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亚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新近带着妻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他们既抗拒，毁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从此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于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中。这人名叫提多犹斯都，是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会堂，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也相信受洗。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百姓。”保罗在那里住了1年0.6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到加流做雅该亚方伯的时候，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拉他到会堂，说：“这人劝人不按着律法敬拜神。”保罗刚要开口，加流就对犹太人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如果是为冤枉或奸恶的事，我理当耐心听你们；但所争论的，若是关乎言语、名目和你们的律法，你们自己去办吧。这样的事，我不愿意审问。”就把他们撵出公堂。众人便揪住管会堂的所提尼，在堂前打他。这些事加流都不管。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百基拉、亚居拉和他同去。他因为许过愿，就在间隔里剪了头发。好，今天的视频就做到这儿了，又是快乐并且收获满满的一天。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点赞、转发、评论，并且订阅。我们下期再见。